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也。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继续学习佛子行37颂。那么现在讲的这个二种菩提心里面呢，就是讲这个实数菩提心。实数菩提心呢，就是入定这个修自他交换和然后那个出定就是烦恼转为道用。那么出定当中呢，就是昨天有4种转为道用吧，就是不欲转为道用和拿忍转为道用，还有心水转为道用和贪嗔转为道用。那么其中呢，就是前面的几个问题已经讲完了，就是现在是这个心水转为道用。那么其中呢，就这个也是分2个方面，就是水白转为道用和心神转为道用。那么现在第一个是讲那个水白转为道用。贫穷恒常数人气，切为众忌恶魔鄙，终身罪苦自代受，无有怯懦佛子行。那么这里面主要讲这个不要怯懦，当我们这个受到就很多的这个人的诽谤啊，或者是这个遭受痛苦的时候呢，就最好就是要坚强的意思。就比如说有些人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或者是生活当中呢，就是原有的这个财富呢，就是全部都被别人抢了，或者是自己已经这个用完了，最后就是沦落到这个乞丐，就是特别的这个贫穷。当然，你如果是十分贫穷的话，那么就是一定会是遭受众人各种的这个谩骂，或者是这个欺辱啊，蔑视等等，就是受到就是众人的这个欺骗和欺惑。而且呢，这个在这种时候呢，就是受到各种这个疾病啊，就是麻风病啊，或者是这个各种这个癌症啊，等等，就是各种这个疾病。还有呢，一些这个恶魔啊，就是恶魔这个产生。所以我们有些人呢，真的可能是以前的这个因缘，还是寄生当中的这个有些这个外缘呐，就是有贫穷，有受到别人的侮辱，再加上是身体也不好，就是遭受各种这个恶魔啊，自己在那个时候的话呢，好像没办法这个站起来，就是没有这个一点的这种信心，觉得是我的一辈子一切呢，就是都完蛋了。尤其是一些现在的一些年轻人的话呢，就受到了就是各种这个精神上的这个刺激啊，或者是这个工作上的开除啊，等，就是种种的这种这个压力和被迫就是痛苦呢，就是在自己心里浮现的时候呢，实在没办法，就是有些呢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像那个自杀啊，或者是就是寻找就是其他的一些这个必死之路。那么这种做法是不合理的。我们这个发了大乘这个菩萨性的这样的这个行者的话呢，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应该就是把这样的痛苦呢，就是转为道用，这样的这个碎板呢，就是转为道用，将所有的时间这当中啊，痛苦啊，就是众生的这些痛苦呢，将自己代受啊，自己像是这次呢，我真的这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啊，就现在呢，就所有的这些这个痛苦呢，就是转为道用的话呢，最好不过的事情。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痛苦的话呢，恐怕我对这个佛法呢不一定这个生起信心，对轮回呢就是不一定这个生起厌离心。吉天菩萨也说了，就是说是苦海有住的远离处较慢，悲悯生死重，就是说我们这个痛苦的话呢，就许许多多的这个功德。有什么样的功德呢？第一个就是生起这个处理心，第二个就是去除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个傲慢心。那么第三个呢，也就是说是对这个生死轮回的可怜的众生呢，就是生起这个无上的这种悲悯自信。这样一来呢，真的是这种这个痛苦的话呢，就是也许对我们的这个发心呢，就确实是有很大的这个利益。以前那个这个兴隆这个喇嘛班马登的啦，就是在他的这个专辑当中讲呢，他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他的这个家产啊，他的这个家族的这个势力是非常的这个强盛，就是但后来呢，就是他的父亲弟弟呢，就是相继而死，然后他的财产呢，就也用了一些就是超度啊，就是搞一些这个佛事，还有一些财产的话呢，就是明抢暗吐，就是最后就是不知不觉的是全部都已经用尽了。最后呢，就是这个他们这个两母子的话呢，就是变成这个乞丐啊，就是沦落到这个乞丐。
到这个四处呢，就是去这个讨饭，就是已经到了这样的这个境地。那个时候就是许许多多的以前对他好的这个人的话呢，也是这个蔑视他、歧视他，就像米拉热巴的这个传记里面所讲的一样的，就是在自己的这个身上呢，就是造出就是许许多多的这个痛苦，但是呢，就是尊者就是并没有一踩而倒下去的，在那个时候就是他对这个处理性和三宝的信心越来越坚强，越来越这个坚定，然后呢，就是一直不断的在这个修辞过后的话，有一次就是也是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这个画像呢，就是亲自就是现就是限量见到，然后呢，就是对他赐给一个好像转经轮吧，就是转经轮，然后呢，就是祝福他这个从事立身事业，从此之后他也不断的这个精进，就是无有缺落的这个修持，而就是利益呢无量的这个众生，最后呢，就是有形无形的许许多多的这个众生呢，就是迎接到清净刹土，在我们这个藏传历史上的话呢，真正的这个很伟大的一个宏深成就者，门峰仁波切也是有关教言当中也是赞叹为这个班马等等是真正的这个大成就者，也是这个宏深成就者。念那个突发指甲可能没有剩下吧，就是好像是剩下没有突发这个指甲。专辑里面，应该说没有剩下的吧，就是那这个以前有一些辩论，就是所以呢，我想我们这个实践当中的一些这个痛苦啊，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个困难的话呢，大家都不能这个觉得是这是我这个修行当中遇到违缘了就今天我生病了，明天呢我的这个可能这个工作呢就是这个不会搞好的等等等，就是这样的这种这个违缘呢，就是自己觉得是很不顺利，就是这是不合理的。其实我们已经变成了就是像这个世界当中最下等的、最恶劣的这种人的话呢，那么就是也不应该升起怯懦心了。龙摩菩萨也说了，穷困入恶鬼，也莫甚怯懦，就好像我们现在正在学的那个论点当中，报王论里面吧，就是也是这样讲的。其实我们就是变成这个像恶鬼一样极其可怜呐，就是身无分文、无耻无传，就是受到别人的这种蔑视。但那个时候呢，就是也应该坚强起来，就是不应该呢，就是升起怯懦心。阿底峡尊者也是说了，就是当我们怯懦心呢在心里面显现的时候，应该提高自己的心的力量这是非常的重要。很多人这个受到疾病呢，或者违缘这个出现呢，或者是这个家里面出现各种不顺利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就那个时候我不能这个学佛了，学佛好像是对我没有任何适宜的。尤其是刚刚学佛的有些居士呢，他都会这样的。如果我的这个生意比较顺利，家庭比较这个和合的话呢，那我继续学下去。好像在这个过程当中稍微受到一点点违缘的话呢，那马上这个停止学佛，就认为呢学佛对他来这个制造这个违缘，或者是出现违缘的，那这是这个不懂这个佛法的意念。应该我们把这个痛苦就在这样的这个别人的这个蔑视，或者是自己的违缘呢，就是用另一种方式来，就是把它适用起来。以前不多格西也是这样说的。一般来讲，那个过路的商人呢，讲这个下大雪是对他来讲是很不方便的。但是有些聪明的这个具有智慧的这些商人的话呢，他觉得是这个商人这个下大雪就是下雨的话呢，就是有利的，因为以前商人的话呢，不像现在一样。那个所有的这个商品都是通过那个车辆来这个运纳，就是通过这个就是什么这个一些乘客来就是这个载货，就是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很多这个很长的这个路就是如果这样这个长途跋涉的话呢，就是这个马蹄是就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太阳特别热的话呢，就是马都不能走动，就是可能当那个当军人的也可能有些人知道的。但是如果下了雨以后呢，就是他的这个马蹄呢就是有一种湿润，就是然后第二天马做的比较快，就是所以下雨的时候呢，就是有些聪明的商人呢就觉得很高兴的。而且下大雪的时候呢，就晚上的你可以安安心心的睡觉，因为下大雪呢一般都不会有小偷，就是如果来了小偷的话，第二天跟着那个脚印就是去追的话，那就是能追得到，就是所以呢，有些这个商人的话呢，就是他通过这种方式来就是升起欢喜心。我们这个修行人的话呢，当你这个没有这个受到这种违缘的话呢，当然你的修行很顺利也很好，但你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呢，受到别人的诽谤或者是遭受一些这个病魔在那个时候呢，就也应该想这是我的这个修行当中的最好的一个上师的这个价值这是善报的价值。我现在呢就是痛苦呢就是应该应用起来，那这样的话你的这个修行也会成功的。
所以我们这个就真正就是将所有的这些众生的痛苦啊，在自己这个代数心里呢，就是无有任何缺漏，而且反而就是越来越坚强。这就是我们大乘佛智的这个最好的随败转为道用的这个行为。下面就是这样，就心生转为道用，就是没名鸳鸯出人境，有火以或菜如多闻此。然见是复无事以好恶傲慢佛子行。那么这个跟前面所讲的恰恰相反。有些人呢，就是可能是忠心高贵啊，或者说他的这个地位显赫，美名这个鸳鸯，就是一切这个世间的这些福报呢，就是极显现。在那个时候呢，成千上万个人也是对你这个恭敬有加，同时呢，也获得了我们世间当中呢，就是最这个有财富的，就是多闻天子啊，多闻天子的这个财产一样，就是财富非常这个圆满了。在那个时候呢，就一般的有些人的话呢，就是恐怕是在升起这个傲慢心啊。我们世间的有些人就是稍微有了地位啊，有财产啊，有名声啊，在那个时候呢，就自己就是趾高气扬，就是洋洋就是得意啊，就觉得是已经就非常不错的了。就是稍微有一点地位，有一点财富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就人容易这个生傲慢心的。但是当我们有了这样的这个地位、财产、名声，以及呢就是一些修行的境界啊，或者说自己这个身体健康啊、才华、智慧啊各方面就是样样俱全的时候呢，千万不能这个升起这种傲慢心。那个时候你要这么想呢，你要想到是现在虽然我的这个地位、我的这种名声当当就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没有任何这个实在的这个意义，就像这个闪电一般呢，就是突然的会这个消失的，就是动摇不定的，然后就像是这个水泡一样的，就是瞬间呢就是是这个消失，就是没有任何这个实质的，或者呢就像夏天的这个彩虹一样呢，就是显而这个无实就是一刹那的事就是变成这个无有，就所以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这个财富啊，实践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福报的话呢，显得很美好、很圆满，但是呢就再过一段时间的时候呢，就是全部都会这个当然这个无存的。所以在自己心里面呢，就是不要这个升起这种傲慢心，就是实践当中的一切法呢都是这样的。真的如果升起傲慢的话呢，那我们就是也不是真正的这个大乘修行人，这就是这个傲慢就是转为这个道用的就是最好的这个殊胜窍诀啊，就是最好的这个殊胜见。如果我们自己稍微这个记住了就是世间的这些福报然后自相续呢，就开始这个就是这种充满这个傲慢，然后呢就是所作所为呢，就是不如法的话呢，就是很容易就是堕入这个恶趣当中。就是吉天菩萨也说了，就是隐慢深奥者将无恶趣道。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生傲慢的这些人的话呢，就是将来就是很容易这个堕入到这个恶趣里面去就是现在世间的一些领导现在世间的一些这个有财富的一些富翁真的将来的他们的一些这个去往的方向呢，就是恐怕大多数都是这个地狱恶鬼旁生了。所以，当我们有了这些这个财富的时候，一方面就是观想这个如幻如梦，就是没有这个任何实在的这种这个意义，就是这样来这个想；一方面呢，就是尽量的去除自相续当中的这个傲慢心就是成为这个众生的仆人尽当去慢心甘为众生仆就也是这个吉天菩萨说的吧就是我们这个就相续当中的这个傲慢呢，就是应该这个尽量的去掉，就是然后自己呢就是一定要就是当这个众生的仆人，只有这样呢，就是才能就是成为一种这个修行人。其实我们真正看到呢，世间的这些所有的这个福报所有的一些这个财富的话呢，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就是恐怕是没有什么可值的这个羡慕的。我都经常就是像现在这个事件当中就是有些国家的这个国家主席什么这个国家这个大总统那么这些呢，就是现在就有成千上万个人的是就是对他非常这个崇拜。
拜。但是再过一段时间，就是他这个泥岗之后呢，就是也是变成一个老头子啊，就是尤其是个以前当那个总统的这些人，现在下来之后呢，尤其是西方国家的话呢，下来以后就是变成平凡的人呢，就什么地位都没有的，什么职位都没有的。那个时候的话，那就是一般般的，就是糊里糊涂的一个老头子。让现在有些明星呢，就是成千上万的人，就是对他非常这个崇拜追求的这些这个美女的话呢，那这个再过几年以后的话，那就是也是已经变成了就是酷不什么那个非常粗鲁的这个老太太，就是没有什么。在那个时候呢，恐怕你原来的这个这种这个景象要追求的话呢，在他的这个身上呢，一丝一毫也是寻找不了的。所以我们现在世间的一些真正的这个需求呢，就是真的是没有这个任何实在的意义，就是。我们有时候去那个万里长城啊，去的时候呢，就始终觉得就是没有什么就其他赞叹之语，就是一直想念观音心咒，就是就为了就是这样的这个建筑的话呢，也可能当年呢就是也是一种为了民生的，也是一种为了就是就是保护自己的这个国家。但是现在就是成了一些这个就是客人呢，就是除了这个拍照这照相就是用，就除此之外的话呢，好像用处不是很大的，就是真的我有时候这种这个感觉就不仅是我，就以前也是有一个叫做是那个张廷玉吧，就是张廷玉是在那个清朝时候，也是非常这个著名的一个宰相，就是当时应该是在这个康熙和这个雍正年间吧，就是在2个这个皇帝当中呢，就是都当过这个宰相的，就是当时那个就是就也是比较这个出名的，当时呢就是在他的这个家乡为了就是给他就建一个那种这个相府，就是后来就是邻居呢就是不让就是3尺地，就是然后他们就是把官司呢就是到县里面去，县里面的这个张管家呢就是也是写信，就是让这个张廷玉呢就是专门这个下命令，或者是这个通过这个怎么说啊，就是让把这个3尺地呢就让给他自己，他可能家乡对他就是准备做一个相府的话呢，那么他也可能觉得是这个张廷玉肯定会这个支持的，然后他就写一封信，就是到这个京城。到京城的时候呢，就是当时这个张廷玉看了以后呢，就觉得也是没有实在的意义。他当时怎么说的呢？就是他在原来的那个信上面来说，千里求书未到墙，让他3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什么就是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吧？就是讲得很清楚的，就是当时秦始皇也是这个辛辛苦苦的，就是造了这个万里长城，但是现在呢，就是变成什么样的，就是也是成了一种这个历史上的一种这个，也可以说是一种废墟吧。就除此之外呢，也没有什么的。那么我们当时这个用了这个3尺呢，就是也就是说当时他说是让这个3尺就是不用这个。向邻居的这个3尺让出来，结果这封信就是收到之后呢，他们也没有要以后呢，就是对方也是这个让了3尺，然后这个张家呢就是也让了3尺，就是中间呢就是有6尺，就人人都可以行到的。据说这个就是叫做什么六尺巷是吧？就是6尺巷呢，就是如今也在。从此之后的话呢，就是张廷玉的名声也是大振，就是就受到就是各界这个层次的人们的这个敬仰，就是真正有些人的话呢，他知道这个未来就是变成什么样的。我们现在有一些导游的话呢，就是也是为了自己的房子啊，为了自己的名声啊，就是特别的这种痛苦啊，就是一直想尽一切办法，就是为了一条路的，就是拼命的去干啊，拼命的去就是打官司。打到官家那里，官家那里不行，就是然后到理事会那里，理事会那里不行，就是然后到这个康博那里去。那这样有没有必要呢？就是真的这个以后的话呢，就是一切都好像就是如幻如梦，就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到一定的时候呢，就是全部都变成了一种这个自己心里当中的一种影响而已。就是当年呢，就是你对这件事情是特别的这个执着，但是没有这个实在的意义。所以总而言之呢，就是大家都应该要这个记得这个清清楚楚，就是世间的一些兴盛也好，衰败也好，或者是得也好，失也好，贪心嗔心，美妙处落，一切的一切呢，就像是梦中的这个景象一样的，毫无这个实在的意义。大家一定要领悟到这样的这个道理。如果我们
懂到了这样的这个道理的话呢，现在世界当中的各种这个地位啊、名声啊、财产啊，包括就是自身有关的一切的追求的对境呢，就是不会太这个执着的。如果你对此就是没有这个执着的话呢，那么就是自己呢就是修行到一定的境界。不多尊者以前也是说过，就是当我们这个绕这个10个城市的话，没有得到在这时呢就是心里不缺弱，然后获得了这个众人的敬仰和礼仰的话呢，也不去这个不生欢喜和不去执着，那么这就是修行的一个很好的境界。就看我们能不能这个做得到的。但我们有了一些这个，现在实践人就是这样的。我今天当上局长就高兴得不得了啊，就是马上把这个头发的就是弄成这个黑黑的，就是但现在已经过世了。就是听说是前一段时间我们遇到一些领导，就是然后。头发就是特别亮，就是然后但是我问了一些居士，就是我说是这个领导好不好看，就他说这个已经早就过世了。我们在80年代的时候呢，就是特别的喜欢，那现在呢就是不应该，但是自己呢就是当上那个领导的时候呢，特别高兴，就是一定要买3斤发油，就是全部就是用上。开玩笑，现在有了这个地位的时候也是非常高兴的。然后有一个领导呢，就是原来是局长，就是然后就现在当上这个副局长，就是然后天天都是不吃不喝，特别的就是这个伤心，就是甚至这个连这个家里的这个什么妻子啊儿子啊，就是对他们都是特别不满，就是其实也不是这个家里的妻子和儿子弄的，就是对他们不应该有怨言。但有一些人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水白和这个心神呢，就是不会转为道用。然后人生当中的话呢，就是遇到什么样的这种快乐的时候呢，也是快乐的不得了，就是最后也是升起一种烦恼。然后遇到一点点的这个失败或者是一些痛苦的时候，也没办法转为道用。那我们应该这个遇到了这些大乘的修行教研之后的话呢，人生不可能是平平安安的，一定会是有一些这个艰难曲折。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将所有的这些凡是人生当中这个所遇到的这些法呢，就是全部都是转为道用。我们藏地有非常一个著名的医生啊，他的话呢就是在山上去，不管是什么样的草都可以变成药，人们都认为是毒药，特别害怕，就是人家不敢借走。然后他用另外搭配另外一种这个草药，就是跟他一起熬的话，那就变成这个药。然后山上凡是所长的这些草的话呢，就是全部是用成那个药啊，就是应该我们大乘修行人的话呢，也是这样的。我今天遇到这个快乐的事情、痛苦的事情，凡是一切事情的话呢，就是全部就是以这个修行的这种发药来这个施策的时候呢，那一方面就是减轻自己的烦恼，另一方面的话呢，就是自己心里的这种快乐啊，是越来越这个增上，就是应该有这样的必要。可是我们凡夫人可能说起来的时候都会说的，但真正能这个做到那今天我的这个地位就是下降了，或者是我今天呢就是受到别人的这种侮辱和这个蔑视的时候呢，恐怕我当下就没办法这个转为道用，这就是我们凡夫人的特征。但是呢，长期修行的话呢，修行和不修行有很大的这个差别啊。就是最近我们那个学习如菩萨行论的有些菩提学会的这个人当中也给我翻译，就是听说在一个地方呢，就是来了一个上师，然后他呢就给别人讲所谓的大乘佛法，然后呢就是讲完之后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呢就是可以吃肉啊喝酒啊，我们大家呢都变成了佛陀了，就是现在什么都不用执着了。然后很多没有听过这个佛法的，没有闻思修行过的人呢，就是高兴的不得了，我们跟上师一样的变成佛了，天天都是追着他。但是以前听过一些佛法的人呢，这个上师呢有问题呢，怎么会是变成佛啊？就是现在我们一地菩萨的还没有到，就是从此以后再也不听了，所以自己有一种取舍的能力，就是没有听闻佛法和没有修行过的人的话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他说的特别这个好听，但是呢，实际当中就自己的相续跟佛法无法相应的，所以听说佛法和不听说佛法呢，当然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差别。就是我们对这个一个病人来讲呢，就是对他这个治病和不治病呢，就是应该是有很大差别。但是有些非常严重的病的话呢，那可能这个前世也有缘的，就是有些医生也不一定治好的。那这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个佛法呢，每一个人来讲是，只要你修行的话呢，你的相续是肯定是有利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每个众生的这个因缘和这个前世的业力是不同的，就是每一个人呢，全部都今生只是红尘成就呢，这一点呢，就是恐怕我们也不敢保证。但是呢，大家还是要精进修行是非常重要。
那么下一个颂词呢，下一个颂词呢是这样讲的，这个刚才是就对这个心随转为道用，就是现在呢就是贪嗔转为道用，分两个方面。首先讲那个嗔心转为道用啊，就是讲嗔心转为道用，自嗔心地若为相，相复外地反增强，故以慈悲之君对调伏自性佛自性。那么我们自己的这个心呢，如果没有这个调整的话，那就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所有的这个敌人当中呢，莫过于这个嗔心是最可怕的啊。就是那么自相续的这个嗔心的敌人，如果没有以这个政治正量或者是以大乘修法的教言来加以调伏、加以这个降服的话呢，那么我们对这个外面的世间当中的这些怨恨的敌人啊，就是一一的这个降服的话，那就是一方面。就是没办法这个降服啊，就是敌人是这个成千上万的，就是一个一个这个降服呢不可能的。即使说我们这个降服呢一部分，但是呢他的这个子子孙孙啊，或者说是其他的这个他的亲朋好友呢也是堕入牛马，然后我们一一的这个消灭掉的话呢，就是恐怕是不行的。以前我们读小学的时候呢，整天都是拉着一个棍棒，就是消灭一切敌人，冲啊！大家都拉着一个小棍棒，就是然后就是看见一个牛粪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棍棒呢，就是狠狠的打就是把它那个打掉，就认为已经这个敌人消灭了，就是但是只不过是牛粪，就是并没有这个真正的敌人，这个外面的什么其他国家的。这些国家的名字我不提，就是当时我们提的很多，然后那个。所以就真正是这个外面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怨恨的敌人啊，就是全部一一的这个降服的话呢，就是恐怕是也没办法的，就是这个敌人呢越来越这个相互越来越多了，就是越来越多了。那么这个如果我们用那个就是将所有的众生就是希望获得这个快乐的，那么这样的这种这个慈心和然后将所有的这个众生离开一切这个痛苦和痛苦因的这样的这个背信啊，这样这个慈悲的这个军队来加以降服自相续当中的这个嗔恨心的敌人。如果真正让这个嗔恨心的敌人要降服掉的话呢，那么就是所有的这个外面的敌人呢，全部都以这个降服掉啊。就是佛陀的佛经当中呢，也讲呢，就是比如说有些人呢，就是用石头来就是打狗的时候呢，就是狗呢就是不追着这个人，就是追着这个石头，就是这是这个愚者的一种象征。然而有些人用这个石头来打狮子的时候呢，就是狮子呢就是他不追着这个石头，而这个追着它的来源就是人，这就是智者的这个行为。我们就是来的这个痛苦和来的这个危害的根源呢，就不是这个怨恨的敌人，应该是这个他的根源就是我们自信的这个烦恼。如果我们真正能调伏到自己这个心的烦恼的话呢，那么这个外面的这些敌人呢，就是全部都一一的这个消灭掉了啊。就是这个否则的话呢，就是恐怕这个怨恨的敌人也是这个遍满就是天空啊，就是遍满这个整个虚空当中，就是虚空下就是遍满大地，就是没办法一一的降服。吉田论师也是说了，就是万者入虚空，其能尽之？若系此诚信，则同灭众地，就是讲得很清楚。就是因为这个恶劣的这些人的话呢，就是已经这个充满天下，就是那么我们一一的全部就是消灭的话，那就是恐怕是不行的。就是在60、70年代的时候呢，就很多国家的理念也是这样的，一定要把这个帝国呢就是全部就是消灭掉。可是呢，就是没有成功，就是所以现在呢，就是他们也转变一个理念，就是现在各个国家之间呢，就是要这个构成和谐社会。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很好的，没办法，就你要制造这个很多核武器和一些原子弹的话，那就是对方国家呢更强大，更有势力，就是他这个制造的这个核武器的力量更不可思议。就是这样以后的话呢，现在就是只有一个温和的这个议案，我们好好的团结起来。原来我们这个小学生呢，就是打架的时候呢，就实在是打不赢，最后的话呢，就是只有就是给对方就是给糖，就是我们以后不打架，就是变成好朋友，好不好？所以我想现在国家的有些这个国家之间的这个转变方法呢，就是也恐怕这个有一点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内心当中呢，真正让这个跳入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自相续呢，就是也不会这个如此的这种这个苦恼啊，就是所有的这样内心一条的话呢，就是怨恨敌人是不会有的。阿提夏尊者也说了，内心如跳入外地不能害，就是如果我们内心真的跳入的话呢，不管是这个外面的这个地水火风的一些这个违缘也好，或者是一些这个人和这个非人的一些违缘呢，就是都不可能这个害的。尤其是你的相续当中呢，真的有了这个大慈大悲的这个菩提心的话呢，所有的这些外地呢，就是全部都消失了。以前那个什么那个本公家给许是吧？他在家的时候呢，有好多道子，就是但是呢，就是敌人多得不得了，就是然后出了家以后呢，就是一个道子都没有，就是但是一个敌人也是没有的。所以我们有些这个道友也是以前在家的时候呢，就是虽然有很多武器，但是呢，就是你的敌人就越来越多了。那现在出完家以后呢，就是头发也没有，武器也没有的，但是敌人就很明显的这个减少呢，甚至一个敌人也是没有的。就是所以自相续当中真的有了这个慈悲菩提心的话呢，一方面在基身当中，就是所有的这个敌人啊，就是全部都是这个远离，就是消业这个就是虚空当中。一方面呢，就自己在这样的这个慈悲菩提心的这种这个理念当中，去继续的这个修持的话呢，将来根本不会堕入恶趣的。我们以前上师如意宝也讲过，我们真的有了这个圆菩提心和行菩提心的话呢，不会堕入恶趣的。后来就是我看到一些中通宝的教言，就是中通宝的教言里面呢也说了，就是说是若不离慈悲菩提心呢，就不可能转生恶趣，转生这个恶趣。就是这句话呢，大家都应该记住。就是原来我们在辩论的时候也是，到底有菩提心的人是会不会变这个恶趣啊？就是这方面是有一定的这个辩论。但是中通宝尊者也是藏地这么出名的，也是对显宗密宗非常精通的大智者。那么这些人这样讲的话呢，那我们想在临死之前呢，大家就是心里就是不要这个舍弃慈悲菩提心。如果慈悲菩提心没有舍弃的话呢，那我们的这种这个修行呢，就是也会这个成功的。再加上呢，就是外面的这个敌人也是没有的。因此大家在这个遇到一些这个违缘呐，或者是一些，因为现在在家人的话呢，跟这个也合不拢，那个也合不拢，自信不清净的时候，外面全是坏人。就是如果自信清净的话呢，那这个外面呢就全是这个好人的。就是所以这个佛面前外境都是这个佛的这个镜像，凡夫面前外境都是凡夫的镜像。有些这个外道可怜的外道面前，即使释迦牟尼佛在你面前显现的话呢，也是一种出落的这个相貌。就所以我们自信有没有染污呢，就是非常这个就是有关系的啊。就是你这个镜子呢，就是上面有很多的尘垢的话呢，那镜子里面所显现的这些镜像呢，全部是这个不清净的，就是不会这个漂亮的。那么镜子呢，就是如果擦得很干净的话呢，那外面的这个现象呢，就是显得一清二楚。所以对平时的是应该依靠这些高僧大德们的教言来尽量的降服自己的这个相续。所以这个佛子心表面上看呢只有37个宗次，但是我们自相续对治烦恼方面就是起到的作用是不可思议的。我在此这个希望呢，就是我们凡是这次听说我的这个课的，就是包括一些这个通过光碟来听课的这些道友们的话呢，你们就是生活当中再怎么样忙，你的工作再怎么样的这种这个忙碌的话，那你这个背诵37个颂词的时间是应该是有的。如果连这个时间都没有的话，那就是那恐怕是你这个学习佛法的这个机缘呢，就是已经到了这个尽头了。就是希望你们还是除了一些极个别的老年人和文盲以外的话呢，那么一定要就是背诵我们这个如菩萨心，不是如菩萨心，佛子心。就是佛子心。好，下面一个颂是下面是这个贪心转为道用，就是将贪心转为道用。一切妙语如盐水，越想数智越增贪。宁生贪念注视我，你即放弃佛子心，就是即可放弃佛子心。那么下面呢，就是我们这个贪心转为道用就是贪心转为道用的话呢，知道是这个世间当中的这些所谓的这个语妙就是美妙的这个设法、动听的声音芬芳的这个香味还有一些什么那个口口的一些味道和柔软的这个所处等等，就是世间的5种妙语。这些妙语人们都就是非常这个希望就喜欢的。那么这些这个妙语呢，实际上呢就是显而不实的
就我们如果越来越这个相术的话呢，思想学当中的贪心呢，就越来越增长，就像这个核盐水一样的。核盐水的话呢，一般有一种规律，就是越喝呢，就是越贪，就实在是制止不了的。那么它的这个瘾一上来以后的话呢，就是没办法控制。我们很多人呢，就是现在对这个世间的这个财物呢，真的是贪的这个越来越就是可怕了。有了这种这个地位呢，还不行需要这个财产；有了财产呢，就是还不行需要那个就是什么这个住房啊等等等，就是基本的一些这个生活来自足少欲的话呢，这就是大的这个信者们的一种这个行为。可是很多人都根本不信的，就是非常这个可怜的。因此佛陀在因缘品里面也说了，就是虽讲正报欲。贪之不满足，就是虽然实践当中呢就降下了金银财宝的这个雨水，但是贪心非常大的人的话呢还不满足啊。就是如果像那个你的面前就是出现一大金山的话呢，就是那这个金山自己这个拥有也是不满足的。因此呢，这样的这个欲望呢，对我们的这个精神来说呢，真的是就是非常的这个可怕。精神祸害是贪欲生祸殃大家都清楚吧？就是我们这个精神和来世当中的话呢，就是实践的这个欲望，实践的这种贪欲的话呢，真的是对我们的这个解脱是有障碍的啊，就是有障碍的。所以就是当我们就是生气啊。就是升起这种贪念的对境的时候啊，不管是你看见今天眉毛的这个一些这个对境呢，或者是一些动听的这个声音啊，这个很好啊，就是我应该有了这么好的这个房子。你到了一个道友的这个家里面去，别人修了一个很好的玻璃房，哎，真是这样的玻璃房多好啊！我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要修一个玻璃房。然后或者是你看到就是别的这个别人家里就是放这个录音机，就是然后就是什么那个什么什么的歌啊，就是特别动听啊，那我也应该就刻一个啊，就是这个多么好。别人就是什么样的这个，或者是别人的田地里面种一个小白菜啊，就是这个很新鲜的，要不要我的园子里面也要像那个种一个白菜？所以我们在座的这个一些修行人啊，就是大的这个贪欲的对境都是没有的。我们在这里呢，就是这里买了一个就是特别几百万的这个轿车，我要卖一个，就是这样的对境都是没有的。每一个人就是一些大老板的话呢，就是他觉得是这个加拿大他有一个大的别墅啊，就是我应该在美国，就是有些现在这个大人物呢有大的这个贪欲，小人物呢小的贪欲，但是贪欲的这个对境和方式都可能是这个不相同的，实际上本质呢是一样的，就是一般这个小蚂蚁的话呢，就是它对一些小小的事物呢就是贪着很大的，然后狮子对一些大的这个食品呢就是也是贪心很大的，所以每一个人的这个贪心呢，在自己这个你所能及的范围当中呢，就是进行这个扩大，这就是我们凡夫人的这个特征。但是我们当这个升起这样的这个贪心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就尽量的这个断掉它，就是我作为一个修行人，没有必要就是再这样贪下去。贪呢有什么样呢？始终这个都是没有一个这个经的社会，就是没有任何用。因为贪呢就是有了一个，就是还需要一个。以前古人也是说了，就是说是终日茫茫知识报，识得报来便是易。就是意思是说是这个终日都是忙着，然后就是向这个得到温饱，然后温饱以后的话呢，就是向这个依佛，就是然后一时两样继续就还要变相什么，就是教用的这种这个器子啊，然后什么这个三器四器等等，就是还要很多很多的这个，还有这个轿车啊，还有这个以前的话呢，就是古人就是特别喜欢马车，就是就像我们现在有些人就是喜欢轿车一样的，就是这个马车就是有一个轮子的、两个轮子的，它外面的这个装饰如火啊，就是古人就是谈的这些。我们以前那个藏地的一些出家人所谈的对境，跟现在这个谈的对境都是不相同的。以前那个有些老修行人的话呢，这个皮蛋呢是铺路做的，就是最上等的，然后这个裙子也是铺路做的，这个铺路里面也是上等、中等、下等的。然后这个出家人生贪心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然后现在的话呢，就是不是这样的，就是一个是房子，一个是这个轿车，就是有些是活佛们就是对这个轿车上呢，就还是有一些竞争性的。
所以就是这个贪心，就是真的是非常这个可怕，越贪越这个增上，没有这个任何实在的这个意义。当我们就是遇到了这样的这种贪心的对境的时候呢，就是尽量的把它这个断掉啊，就尽量的就把它这个断掉，就是应该自相续当中有正直正念的这种这个心态来这个色测以后的话呢，修行应该有很好的这种这个帮助，就是我们都就是过于一种这个自助少爷的这个生活，就是我旁边有一个修行人，我经常到他那家里去，然后他家里呢基本上都是除了就是自己的生活用品以外，就是在这个20年前的时候呢也是这样的，现在的话呢应该有能力，就是我认识这个人，他发挥自己的这个能力的话呢，不敢说是买很好的轿车，就是但一般的这个吉普车应该他能买得起。但是呢，就是不愿意，就是他每天都是过得很艰难的这个生活，然后自己就心里有一种满足感，就是吃住少爷，就过得很快乐的，就是也没有什么这个竞争性，整天都就是尽量的看一些书啊，就是然后就是自己参修啊，就是过得特别的这种快乐。所以我们这个在家人也是应该就是有一种满足感，就是这种满足感的话呢，即使这个地势天王也很难以得到的啊，就是我们世间的一些帝王将相呢也很难以得到的。现在的这个出家人和在家人真的就是没有这个满足感，那就是我看了一些句式的话呢，就是有了一般的这个书籍呢不行的，哎呀，这里面还要这个能拍照的，还要能这个摄像的，就是每天都是就是越来越这个增上这种这个他的这个欲望，就是没有任何实在的意义，就是最后的话呢，就是自己都是最后好像就是迷迷糊糊当中，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间去，所以到了一定的时候，应该自己就要控制。所以我刚才要求我们这个学院的话呢，就是现在应该就是尽量的就是这个保持自主少爷的这种生活，就这就是修行人的一个行为。这样的这种修行方法呢，对自己的今世来世都是有利益的。如果你贪得一直无限制的在这个下去的话呢，就是最后的是自己会失败的，最后呢就是一切的落空的，没有实在的这个意义。所以我非常希望呢，我们在座的这些修行人的话呢，你们以后呢就是各自的这个人生道路是不相同的，但你在人生道路当中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应该看一看前后啊，就是就自己应该还永无止境的就是奔跑呢，还是到一定的时候呢，自己要控制自己。如果自己没有就是管好自己的开关的话呢，恐怕别人来管就是不一定很方便的。到了一定的时候呢，自己应该像是就是现在应该就自己要就有通过自主少欲啊，或者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就是过这个自己的修行生活，应该有这样的这种满足感。下面就是讲那个就是深意菩提心啊，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讲那个深意菩提心。深意菩提心呢，也是分两个方面，就是第一个是入定呢，就是修这个逆系论的这个境界；出定呢，就是这个断除这个贪嗔的啊，就是断除贪嗔。那么第一个就是修逆系论的这种境界呢，一切尽现，唯心造。心本来离系变，了到此逆于而去，皆不作以佛子心。然后那个就这个从词的意义呢，就是也说简单，也是比较这个简单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七世界和有情世界的一切的外面的各种各样这个形形色色的这些现象呢，全部是我们这个心的一种现象啊，就是就像这个唯识宗所讲的一样的，就是全部是心的妙用，心的一种这个就是有物啊，就是一种这个现象，全是这个心来造的。那么这个心是不是真正是它的本体之存在呢？通过我们的这个教养，或者是一些中观根本慧论当一些书生的论点来进行观察推究的时候呢，心的本体呢也是远离长短，远离有无，远离是非，一切这个细论啊，就是心呢，就是根本不是有的无的，以及呢，就是所有的这种相状呢，就是全部这个消失的。就心的本体呢，就像这个虚空一样的，就是没有任何实在的这个本体。如果我们料到了这种道理啊，一切外境是心的现象，心呢就是本体，也是远离一切细论。如果通达了这样的道理的话呢，那么就是外这个所取和内能取的一切这个二取自作相呢，就是全部会泯灭的，全部呢就是会这个消失的。这就是大乘佛子心呢，大乘佛子呢就是这个修行深意菩提心的最这个究竟的一种这个修行方法。那么真正的这种大乘这个修行人呢，就安住于这个法界的时候呢，那
那根本不会有任何这个相状的了知了一切了知诸法这个无生这个空性那么这就是殊胜的这种智慧波罗蜜多，就是这是般若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所以我们如果真正是了知了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一切万法都是没有任何实在的这种相这就是是真正的般若波罗蜜多就般若波罗。谁已经通到了这样的这种思想的话呢，那么他已经得到了真正的这种证悟的境界，就是所以吉田论师呢在最后智慧品的时候呢，也是说了，就是有时无事法皆不住心前，彼是无欲想无缘最机密。那么就是就一切这个有识法和无识法呢，就是全部都是不住在我们的这个智慧面前。在那个时候呢，其他的这个相就是除了有识无识法以外的其他的相呢，也是不会存在的。这就是佛陀的这个寂灭的这个相就是当然这个松次解释的时候，高僧大德们呢，有些解释为是一地菩萨，有些解释为是这个佛陀的这个地就是以前这个法王解释的时候呢，有几种这个解释方法。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其实我们真正让通达了这样的这种境界的时候呢，就是一切的这种这个相呢，就是没有的。以前那个拉希堪波就是大概是86年还是86年，就是给我这个传这个佛子信，就是当时我刚刚来这个学院的时候呢，也是我们这个寺院的，我跟另外一个小出家人，那个时候我也算是个小出家人吧。现在的有些老堪波都说是小僧人，就是现在小僧人不能说的，那个时候应该说是这个小出家人。那个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堪波面前，就是听说的时候呢，就是堪波就是讲的这个颂词的时候，他说是如果这个深一点来了解的话呢，那么就是大圆满的这个境界也是除此之外是没有的就是大圆满的境界也是万法具足为这个性，然后性呢就是具足为这个逆一切系论，逆一切系论呢就是通达的话，这就是大圆满的真正的本来清净的这种这个境界。如果我们大中观的话，那就是也是这样的，就是最后具足一切系论，就是通达这样的这个逆系论的境界呢，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大中观的意义。所以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也是，当然每个人的这个根基不相同的，如果你根基好一点的话呢，那么经常的是念诵这个寄诵。当时大概是我可能是89年呢，89年呢，就是我去到一个寺院里面去安居，就是安居的时候，有时候呢，就是给僧总讲完经之后呢，就是到这个山顶上，自己呢就是坐着的时候，我就一边念诵这个佛子信，然后一直念诵这个寄诵的时候呢，就是心里都非常快乐的，就是在这个山里面就是大声的念诵这个寄诵，我就觉得是这个寄诵里面呢，就是所有的这些就是高僧大德们所证悟的境界呢，就是全部就是包含在这个当中。当然，每个人的理解是不相同的，就是我也非常希望我们在座的这个各位当中呢，就是有些人也是真正是就是不是口头上就是领悟到他的这个内涵。那这个时候呢，真的不要说世间八法来把你这个染污，就是人家世间的一些这个邪魔外道的话，那就是也不会这个危害你，因为我们已经这个通达了空性的这种境界的时候呢，就是世间的一切这个文缘也是不会这个摧坏的。汉地也是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就是叫那个金碧禅师，金碧峰禅师。那么金碧峰禅师呢，就是他是就是这个功夫已经到位的，就是非常这个就是了不起的一个大这个修行人。他这个修行的话呢，就是有一次在这个入定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个阎王呢，就是派一个这个小鬼就是这个鬼呢，就是来这个找他，就是来找他，怎么找也是找不到的。后来就是他问一个他的这个弟子，这个弟子呢，就是说是你现在就是找那个金碧峰禅师呢，就是可能是找不到的，但是唯一的一个办法呢，就是他有最喜欢最执着的一个金子做的钵盂就是那个钵盂，如果你敲几下的话，那就是恐怕会出现的。然后呢，那个这个小鬼呢，就是也这个敲了这几下那个金钵，就是那个时候呢，果然就是他在这个出现了。他出现之后呢，就是他也准备捉他，就抓他的时候呢，就是金碧峰禅师说，就是你可不可以给我这请几天假，就是就我这个过了7天以后你来抓，可不可以？刚开始的时候不答应，就是后来呢，就已经这个答应了，就是再过这个7天以后来准备抓他。
因为他是那个阎罗派来的，那么就是当时呢，就是金碧峰禅师也是像，就是我今天就是这个出现这个魔鬼来抓我，这主要是这个执着波语就是来导致的。那么我如果放弃就是舍弃的话，那就是不会有这种事情。就是后来呢，就是他就把那个波语呢就是炸掉，就是炸掉之后呢，就是一心这个入定，一心入定以后呢，就后来这个可能过了7天吧，就是过了7天以后呢，就是有那个小鬼来就是找他的时候呢，就是一直这个找不到，但后来就是在这个虚空当中呢，就是这个金碧峰禅师呢，就是他是说到，就是说是这个小鬼拉我金碧峰，除非天年缩虚空就是他说如果你真的要拉我的话，那天年来这个缩虚空，然后天年缩的主虚空方能什么就是拉我金碧峰，就是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真正天年呢，就是让这个缩得住虚空的话，那就是才可以我这个金碧峰禅师呢，就是你可以抓得着。意思就是说呢，就是我现在已经这个对金箔的这种制作呢，就是全部都没有了。我的境界呢，就是已经这个跟这个虚空就是无二无别了，就是远离一切这个细论了。那现在你要想抓的话呢，就是只有这个抓虚空。你如果天天来真的要抓虚空的时候呢，你可能就是才能抓得到我这个金碧峰禅师。除此之外的话，就没有这个办法的。就是所以印度论师、吉田论师也是在智慧品的最后说是一切如虚空，如我当说的这就是这个内容呢，应该是这个相通的，就是一切众生呢，就像我这样的，就是这个一切都是通达了这个如虚空般的境界来，就是色测的话，那多么好！就是终生是如实的执着，就是对自己的得失名声呢，就如实的执着。可是呢，就是他们都很可怜的，就是应该像我这样的这个像虚空般的境界通达的话呢，就是那就很方便了。所以以前的一些就包括我们大圆满心性修习以前噶当派的就是住大的话呢，就是全部都是用这个虚空来比喻，就是如果我们真正是通达了虚空那样的境界的话呢，那么就是一定就是执着就是外面的这个外缘都是没有的。当然，这个所谓的虚空的比喻呢，就像我光尊者所讲的一样，就是也并不是单单的一个空的方面，就是只不过是没有任何相状，就是没有任何相状的角度来用这个虚空来这个做比喻的。因此我们在座的这个道友们呢，就是也经常是个想一想，一切的这个外面形形色色的现象呢，就全部是信呢远离一切信了。什么时候我们对一切的不作意，一切都是按照般若波罗蜜多那样这个安住的话呢，这就是通达了这个深一地就是这就是所谓的这个中观这个无二中观的见解呢。那个时候也真的是已经这个现前了。那么这样的境界呢，我想是一方面需要自己的这个努力，另一方面的话呢，就是通过传承上师的加持，大圆满的境界也是这个，然后禅宗的这个所谓的明心见性的这个最深层的境界呢，也是这样的。当然，我们这里也并不是说是这个禅宗的明心见性呢，全部跟大圆满相同，这种说法呢，我觉得也是不是特别的合理。但是他们真的最高的境界呢，跟这个大圆满的境界呢，就是非常的这个相同。因此，就大家呢，就是同时怎么祈祷这个自己的这个传承上师，然后传承上师相续当中的这些所有的如虚空般的境界呢，就是自己也这个获得，然后得到了这种境界以后呢，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或者是在这个轮回当中呢，在度化众生方面呢，就是肯定有很大的这种新的这个力量，但是呢，不会有这个任何违缘来这个摧坏力。所以我们因为这个执着因为对身体执着，对情友执着，对这个自己的名声执着呢，经常招来各种不平安的一些这个违缘。但如果我们真正就是通达了这么这个样的这个境界的时候呢，就是一切都是就像以前那个鸠摩彭仁波切所讲的一些这个教言一样的，就是全部都是这个无碍的就是一切的这个广阔的，就是这种境界呢，每一个人呢，就是也可以这个出现，只不过是我们没有串习这方面没有在意真正去寻找的时候呢，其实真正的解脱呢，就是并不遥远就是并不遥远。世间人说是想巴拉并不遥远，但是想巴拉就是对他们来讲是很遥远的。他们对这个真正的这个十轮金刚的有些教言都是一点都不懂，就是然后只不过口头上说是想巴拉不遥远，就是真正的这个解脱就是相续当中是具足出离心和菩提心的人来讲是确实是不遥远的。就是这就是传承上师们对我们这个留下来的深深的这些珍宝，大家应该珍惜。好，讲到这里。
Sonundai Tamse Rubanya Tonani Bejana Bashi Jirgana Jirano Chupai Chupun Solen Droa Banzarangara Badna Asadarda Banzarangara Badna Asada Banzarangara Badna Asadarda